大家好啊，我是尤布。郭德纲啊曾经说过，万般皆有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我40岁之前什么都不相信，我40岁之后呢，我才劝自己，我要尽量去相信很多东西。人对宇宙的感知是5%，很多事情呢我们并不熟悉，但这并不能说你没看见就没有。WiFi 你也没看见，声音你也没看见，秦始皇你也没看见，你能说没有吗？对吧？不能说你眼见的才有，不科学。命运左右一切，这一段话其实点醒了我。或许是阅历经历的沉淀，才能有如此的感受之深。就像灵魂出生前计划的书中说过，这场人生其实都是安排好的。你经历的一切事件都是安排好的，你都改变不了。但是我们能做的，或者说可以做的，就是改变对事情的看法。正是这个看法决定了我们快乐与否。其实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命运已经开始转向了。命运要你经历这些，不是为了拍死你，而是为了拍醒你。我们都知道顺境是多么的让人舒服，人生逆境会让人多么的痛苦。但是如果你看过江夜或者其他类似的小说，那么你就会知道，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从逆境中突破的，逆境才是最成长人的。当你多年之后往回看你会发现，正是那几年才造就了你，有了如今的你，你就会由衷的感谢。阿甘自传的电影里面，阿甘智商呢只有70%，上学呢被人欺负，心上人被人抢走，而最后呢，冥冥中的一切似乎又都回来了。他专注于跑步，跑步成功了；他打球，打球成功了。我说的呢，没有电影的冲击感那么强烈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，而你要做的呢，就是活在当下，专注于当下。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个小和尚，他每天呢都过得不开心。老师傅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他说：“我上山是为了砍柴，砍柴呢是为了做饭，做饭呢是为了烧给大家吃，大家吃完饭后我还要洗碗。”大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因为他也是从小和尚慢慢才变成大和尚的，他走过那段历程。”于是呢，大和尚就说：“我上山是因为我想上山，我砍柴呢是因为我想砍柴，我烧饭呢是因为我想烧饭，我洗碗是因为我想洗碗。”事情呢还是同样的事情，只不过一个人活在了当下，一个呢活在了幻想中，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而苦恼。我们呢只有切切实实的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，我们才能变好，才能快乐。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托尔斯泰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第一句话就写道，他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当你认为你所有遭受到的待遇都是不公平的时候，你就会吸引更多的不公平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就是你的不配得情绪，因为你认为你是不幸的，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会给你不幸。而当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成就你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开始飞。有人骂你，你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成就了我。”有人打你，你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成就了我。”看到这里是不是想笑？不用笑。稻盛和夫，日本第一首富的书《心》里面写道，他曾连续6年被人骂，被人打，他一直都对这些人抱有感恩的心。6年后呢，这些人集体消失了，最终呢，成就了如今的世界500强，经此。我想说的是你对这个世界笑，世界也会对你笑。最后呢，用毕淑敏的话作为结尾：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，都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，勇敢，充满希望，加油吧！我是尤布。